Today, I went to a small town in Sichuan and found something unexpected. A beautifully designed Chinese whiskey museum and a liquor winery where you can actually stay overnight. The price also shocked me. What is it like inside? Let's find out. 成都附近的小城市邛崃居然有一个中国威士忌生产地和博物馆，我被这个博物馆给震惊了。在这么个小地方，居然有做得这么好的博物馆。这里展示了不同国家生产的威士忌原料的不同，可以自己闻每一种酒的味道。我一个一个闻了所有的味道，确实每一个都有一点点的不同。四川一直是中国生产酒很有名的地方，尤其是白酒。最近几年开始生产四川的威士忌，因为这里气候很湿，水好，而且温度差大。这面墙上都是全世界的各种品牌的威士忌。下一个房间可以闻不同原料的味道。整个房间光线也非常好，逛起来很舒服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每个原料都被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出来。这个是展示整个生产流程的房间。整个博物馆很新，设计很美，很有体验感和互动性。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品和大屏幕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房间。首先，这个房间很美，让人沉浸在动画里面。而且通过屏幕前的机器，我能闻到不同的典型威士忌的味道。选择了我喜欢的味道之后，系统会给我推荐一些我适合的威士忌。这个机器里发出的不同的味道是真的非常的明显，非常出乎我的意料。只需要按屏幕上的闻，这个机器就会自动发出威士忌的常见味道，比如谷物味、木味、烟熏味、花味、水果味等等。选择完了之后，屏幕给我列出了推荐我买的威士忌。这边是讲不同的威士忌木桶和存放时间对威士忌的影响。进入到木桶里，可以看一个沉浸式视频，仿佛自己变成了威士忌，在桶里发酵。这个设计很有意思。另外一个大的木桶里面是看电影的，不过这个要单独买票，我就没有进去了。再往前走，居然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图书馆，里面有很多关于酒的书。我接下来会发关于书店的视频，到那个时候再给大家揭秘这个书店特别的地方。整个博物馆园区很大，绿化做得非常好，建筑、采光、设计都很现代，和外边的景色和大自然结合得很不错。整个园区里的建筑既有威士忌酒的一些元素，或者
威士忌生产过程的一些元素，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中式美学，既传统又现代。博物馆里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计，比如木桶做的凳子。这里可以买酒和纪念品，每个参观的人还可以免费拿一个酒的盲盒。盲盒就是你也不知道你里面会拿到什么，但是20块钱一个人的门票还送酒，也太便宜了吧。我们拿到了威士忌、伏特加和琴酒。晚上我们睡在一个附近的酒窖上，这个地方是生产和存放中国白酒的地方，很多酒精度超过了60%。四川的气候和地理很适合生产酒，据说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，是中国白酒最有名的生产地之一，比如五粮液、泸州老窖，这些都是四川生产的。我们今天就睡在这个酒窖的上面，睡的时候都能闻到酒味儿。当当，就是这个啦。我们今天住在不同的房间，第一个是传统的圆的草屋，墙是砖头或者石头，屋顶是草，房间里边是比较中国古风的装饰，其实里面还挺大的，而且这种圆形的房间还挺少见的。我们睡的这间房子叫胡豆，这边所有的房间都是以蔬菜命名的，打开门也是蔬菜园。这个房间2个床是由屏风隔开的，很神奇。这些建筑是传统的老式建筑，不过是后来重修的。外边有很大的空间，这样的老式房子也很多，仿佛回到了古代。这些屋子都是大概170、180人民币一间房左右，非常便宜。另外一间房是真正的木头老房子，是真的老屋。我在接下来专门讲老屋的一期视频会介绍给大家。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吃早餐，有很多简单的蔬菜、粥、五谷、豆浆等等，都挺健康的。这个算是酒店早餐里面比较简陋的了，毕竟酒店很便宜。这个酒店也有很多逛和玩的地方，比如参观过去的农业工具、打麻将、休息。园区里也有水和亭子，当然也有很多吃的地方，比如中餐馆。这里进去就是白酒博物馆了，可以看到中国的白酒是怎么生产的，也能学到不同白酒的区别。这边还能参观白酒生产的工厂，这里面酒精味好重，我都要晕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既有博物馆，又有生产工厂，还有酒店，
以及可以玩、休息、吃东西的地方。前面甚至还有办婚礼的地方，但感觉这个已经不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了，有点废弃的感觉。这里是一个老戏台，旁边还有一个小院子，也是酒店房间。他们这里夏天还会有游泳池，现在冬天都没有什么人，很安静。I hope this video helped you experience China in an authentic way and practice your Chinese listening. In my channel, I focus on showing you the real and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and experiences while helping you learn Chinese in a natural way. Follow me and see you next week. Bye bye.